NA 新出的这一款重涂透明版的狂飙，其实这说起来 ，NA 每一次出一个新模具的时候，它肯定会有这个彩透的版本。盒子的外包装呢，跟之前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外边的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玩具的实物内容。制品方面，线稿说明书，配件的内容，两对的替换手啊，直接已经换上去一对一体变形的洞洞了。有一把透明的大枪和一个上了银色涂装的枪，其实它没有用纯的全透明的塑料件，腿部和手臂的这一块，它用的那种透明件是那种带点磨砂的那种味道吧，这种料子可能韧性会稍微的好一些啊。背包这里也就是机舱的部位，这里有了涂装的效果，所以并不是纯通透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其实这个可以理解为扫描狂飙，就是86大电影里边你说这个就是个事儿啊。86大电影里边狂飙呀，它有俩，那个镜头里边可能当时作画的一个失误吧，或者说是在制作大电影的时候的一个 bug。这就说起来，其实86大电影也不是那么的严谨。很有名的就是宇宙大帝在改造狂飙还有后续的一些成员的时候，包括机器昆虫了什么的，变成扫荡队了。这狂飙到底是谁变的？至今为止啊，好像也并没有争出个1、2、3来。那飞船飞出来的时候，好像也是有2个狂飙的载具的。惊破天做了其中的一个，后续还有一个小跟班，但在这个镜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另一台狂飙了。扫荡队嘛，倒是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但是扫荡队虽说那3个老头吧，但是3个人说实话长得差不多，至今为止并不能怎么去分辨，没有一个很好的分辨结果，我起码没看出来。所以呢，狂飙它的前身究竟是谁，至今众说纷纭。而这一次的通透版彩透的狂飙就可以理解为宇宙大帝在扫描完了以后啊，正在变身过程中的那个效果。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官方也这么做过啊，曾经在经典 1.0 的时候就做过彩透版的狂飙，当然后续那个应该是在压线的一个套装吧，那套的质量奇烂无比啊。后续在经典线压线的玩具可以说已经把做工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水准，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中山有力在代工的，所以那个时候被称之为有力魔场不是没有道理啊。很多的再版它都是以3人套装的形式发售，因为经典系列当时太受欢迎了。但是呢，即使说很多的模具被炒高了，现在再版出来玩家都也挺开心的，而且当时的亚洲限定的3人套装它有不一样的配色，有一些是属于那种金属漆的涂装，非常的亮眼，有一些采用了彩透的版本，但是质量又奇差无比，不是卡扣对不上，就是因为料子软导致了零件变形，甚至还有一些因为是透明版导致的那个开裂了白痕了，都是很常见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也都习惯了。那么 NA 这一次做出来的狂飙模具自然肯定也会重涂这个版本了。虽然彩透嘛，刚才也说了 NA 每一个模具都会做彩透，但这个彩透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有出处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宇宙大帝在86大电影中转换狂飙的一个半变身过程。其实你看 NA 的透明件通透感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的这个料子做的韧性还可以，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出白痕的，包括这些穿轴的地方，穿轴的位置啊，在组装的过程中是极易撕裂的，极易开裂，极易变成那种白痕的效果的。但是 NA 目前为止玩了这么多的彩透的，他家的这个穿轴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出现开裂白痕的现象，这个很好，它这个料子不错的。首先当然是把这2个兔女郎的耳朵捏起来，然后啊，这个模具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变背包的时候啊，这个还好啊，有一些版本的这个尖儿啊，经常会绊到这个脖子下方，所以呢，在逆变往开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施力的时候往下拉一点，下方这里是一个双段关节，往下抠一点，再掀开，这个尖儿可能就稍微的好一些啊，不会影响到了。然后拉开，我们把机头的部位完全的旋转出来转正，
这里整个的拉直卡住，前方的这个小尖儿记得翻出来，这个尖儿也是很通透的，很漂亮。接着肩膀拆开这俩卡扣，180度翻转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里盖一下，盖的时候这里双段关节折叠，先定一个位置啊，但是不要把它扣到底，因为一会儿其他的地方还要锁定。对，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把这起落架先翻出来啊，或者说呢，你喜欢这个狂飙不露脸的话，转一下脑袋，我们把它翻到后边去，然后根据这个球冠往里压一下，让这里出现一个凹槽，这起落架可以收到这儿了，就不然的话会被那个兔耳朵绊到。好嘞，然后胳膊这里处理，这个肘关节不是肘关节吧，二头肌旋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卡到位再旋转，不然的话你这个地方顶着啊，磨边这个地方会损玩具的。转到这个方向，然后后边的尾翼旋转过来，翅膀双段关节撸平，接着顺着这个地方滑槽卡进去，一边的翅膀变好，拳头旋转180度，放在这里准备工作完成。一边的翅膀变弯，另外一边也是转下来，记得扣到底再旋转，翅膀卡过来，我们把这个地方先插合到位，插进去它，然后顺着另外一个方向把尾翼转过来，拳头旋转180，摆在这儿备用。腿部的变形，胯这里先往下稍微的挪一下，往下拖一点点，脚后跟的卡扣拆开，脚尖儿往前折动一下，后边这半个掀开，前一个 Z 字提上来，后边这里翻盖儿，再开盖儿，扣上。另外一条腿也是，拆开这里锁定的卡扣，掀开，一个 Z 字前提，后边这里盖盖儿，掀开。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两条腿闭合在一起，然后呢，把弯腰的这个关节折下来，后边这里的盖子，两个对成一个，从这样看，两个卡扣并在一起，卡在菊花的这个螺丝孔里面。这个时候再把这里的卡扣闭合。好嘞。这个时候肩膀转回来，先把这个零件卡上，接着再往上提，这里是一个维度的咬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卡扣，对准卡上。两边都变好，最后把小脚尖儿立起来，然后一个滑道推过去，插合一下卡扣，下边的起落架翻起来。说是起落架，其实并没有轮子，不过外星战舰嘛，前方的这个轮子也是假的啊。那这款透明的狂飙变形完成就是现在的样子了。不过我说实话，如果说做这种纯彩透的零件的话，透明零件运用了这么多啊，但是加了一些涂漆的零件，就感觉不是那么的过瘾。这一块顶盖啊，如果说做成纯的透明色的话，到底是取舍这个黄色透明玻璃的车窗呢，不是机舱呢，还是取舍掉紫色的这个透明的玻璃呢？如果说为了整体的一个好看的话，那前边的驾驶舱的这些玻璃就变成了紫色。如果说是黄的呢，放这里一个透明黄的盖子也挺突兀的，可能这块涂装是为了这个吧。那前方的这些呢，就是为了一些涂装的点缀细节了，分色的处理啊。所以这个狂飙给我的感觉，在人形状态下不错啊，因为这一块毕竟在背包里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在飞机形态下有一点不过瘾、不解恨、不通透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漂亮，而且料子非常的好，很经折腾啊。其实 NA 的这种彩透的零件
这些涂装的配色吧，还是挺适合把玩的，而且打一个光线的话会非常的漂亮。好，那么这一款 NA 的透明狂飙就是这样。